在健康之道，今天不聊饮食，聊聊关乎你财务、血液循环的话题——信用卡。你可能正在无意间亲手关上所有信用卡的大门。上周，一位耳湾的朋友陈先生气急败坏地找我，他年薪25万，信用分760以上，还款记录完美，是标准的优质客户。可当他申请 Chase Sapphire Reserve 时，竟被拒了。随后4升 MX Gold City、Prestige 甚至梅西卡也全部被拒，理由统一：根据您信用报告中的信息，我们无法批准。他信用报告干净如新，到底做错了什么？问题出在他一次无意的信用卡逛街。黑五前后2个月里，他因开卡里诱人，接连提交了5次申请。在他看来，这是独立、理性的决定，但在银行风控模型的眼里，这成了一个突然四处伸手要钱的高风险信号。这不是歧视，而是大数据下的精准信用围剿。2026年，银行风控日益收紧，像 Chase 24/5规则已是名牌，而更智能的申请行为分析模型才是真正杀手。模型逻辑冰冷，长期稳定是健康，短期申请暴增则是病态信号。银行怕你失业，怕你冒险，怕你成为坏账，于是选择先断绝关系。许多信用良好的华人朋友容易踏入此坑，总以为资质好，银行该欢迎我，把申卡当成逛超市试吃。如果你已因信用逛街被银行拉黑，接下来需要耐心用半年到1年时间，逐步修复你的金融健康，重新赢得信任。首先，我们必须彻底认清一个反直觉的真相：在银行眼里，频繁申请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疾病的临床症状，甚至比偶尔一次的小额逾期更可怕，因为它代表的是你整体财务策略的失衡和潜在的危机。每当你提交一份信用卡申请，银行都会对你的信用报告做一次 hard pull 硬性查询，这个查询记录会明明白白地留在你的报告上2年，一次2次没关系。银行理解你可能在货比三家，但当你短时间内留下4、5个甚至更多的 hard pull 记录时，你就在向所有后续的审查者讲述一个危险的故事。看，这个人最近正在疯狂地寻找新的信贷来源，他很缺钱，或者他的财务规划出了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陈先生信用分数没大跌，因为计算模型里 HP 占比不是最高，但却被所有银行拒之门外的核心原因。AI 不看你的理由，只看这个刺眼的密集的询问模式。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会触发一个恶性循环。你被 A 银行拒了，不服气，去试 B 银行。B 银行看到你刚被 A 拒过，再加上你近期的密集申请记录，心想 A 都不要他，肯定有问题，我也拒，于是你也拒。C 银行一看，好家伙，短短几周被 A 和 B 连续拒绝，这人风险得多高，更要拒，这就叫拒信连环状。你的信用档案上不仅留下密集的查询，还可能开始出现被拒绝的潜在关联标记，让你在未来至少半年到1年里寸步难行。我有一个客户刘小姐，在洛杉矶做房产经纪，她业绩不错，收入波动，但整体很高。她有个习惯，每成交一单就觉得应该奖励自己一张新卡，用开卡礼去度假。同时，她还会为了一些商业采购的优惠，用个人身份去申请一些商务卡。去年旺季，她3个月内申请了7张卡，结果到了年底，她想为自己买套投资房去做贷款预批，利率比别人高出1个百分点。银行给的理由就是近期新增信贷查询过多，信贷行为活跃度过高，稳定性存疑。银行不关心你申请的理由多正当，他们只看到你活跃过度这个危险信号。为了这个教训，他多付的利息可能够他环游世界好几圈。所以志玲给你的第一个健康处方是像管理你的体重一样管理你的信用申请频率，绝对不要因为开卡礼很诱人，或者这张卡颜值很高就冲动申请，制定一个长期的信用健康规划，比如每年最多只申请1到2张你真正需要且能长期持有的卡片。申请前问自己3个问题：这张卡的核心权益我是否每月都用得上？我是否愿意并且能够完成开卡消费任务而不打乱我的消费计划？我现有的卡片组合里是否有重叠功能可以替换？把信用卡当成你财务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橱窗里的收藏品。第二个致命的小事是你信用卡的使用习惯正在无声地给你的信用健康投毒。很多人以为只要每月按时全额还款
就是好客户，但银行的风控模型看得更深。最常见的毒习惯之一，长期将信用卡刷到接近甚至超过信用额度的高位，即使你每月都还清，但在信用报告每月上报给银行的数据快照里，可能正好捕捉到你账单日那天的高负债情况。你的信用额度使用率 utilization rate， 也就是已用额度除以总信用额度的比例，如果长期超过 30% 甚至更高，银行就会认为你过度依赖信用卡，流动资金紧张。一个健康的身体不会时刻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一个健康的信用档案也应该留有充足的呼吸空间。当你再去申请新卡时，银行会想，它现有的额度都快不够用了，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给了它会不会立刻刷爆？另一个更隐蔽的毒习惯，循环套现式使用。比如，你有一张卡，额度$10,000，你这个月刷了9000，在还款日还进去的2天，或者隔几天又刷出来8000，看起来你在按时还款，没有逾期。但在顶尖的银行行为分析模型里，比如 FICO10T 或那些银行自研的模型，这种还进去立刻又刷出来的模式会被识别为信贷循环或债务依赖行为。这强烈暗示你是在用信用卡来维持现金流，而不是进行日常消费。这是极高风险的特征，一旦被标记，不仅新卡申请没戏，你现有的卡片都可能会被秋后算账，突然降低你的信用额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砍额度，让你的使用率被动暴增，进一步伤害你的信用分数，形成一个下跌螺旋。那该怎么办？志玲给你的第二个健康处方是给你的信用卡减负并打破循环。如果你有多张卡，试着把消费更均匀地分散开，确保任何一张卡的月度账单余额不超过其额度的 20%。如果确实有短期大额消费需求，提前规划，看看是否能通过增加临时额度需谨慎，可能引发 HP， 或者使用借记卡、分期付款等其他方式解决。最重要的是，停止还完即刷的循环，让钱在账户里停留一段时间，证明你有真实的储蓄和现金流来覆盖消费，而不是在玩借新还旧的杂技。银行喜欢看到的是从容、有规划的消费，而不是挣扎在额度边缘的走钢丝。第三个导致你莫名其妙被拒的小事，尤其影响高收入、有意置产的朋友，就是你的财务画像出现了令银行不解的撕裂感。这就像一个人体检，心肺功能报告显示是马拉松运动员，但骨密度检测却显示严重骨质疏松，医生一定会怀疑检测出错，或者你有某种未知的重大疾病。在银行那里，你的财务画像是由多个数据点勾勒的，你开户时填写的年收入、职业，你报税表上的数字，你账户的日常流水和余额，你已有的债务规模，以及你最新的信用卡申请上填写的收入。问题就出在这里，很多朋友在申请新卡时，为了让额度更高，会适度的提高自己填写的收入。比如，你实际收入15万，觉得填18万可能额度能给到2万，就顺手填了。如果这只是偶尔一次，且与你银行流水的平均水平差距不大，可能混得过去。但如果你在短期内向多家银行申请时，填写的收入数字不一致，或者与你留在银行系统的原始信息，比如你工资账户所在的银行有显著矛盾，麻烦就来了。银行的系统会交叉比对， A 银行看到你申请时填收入18万，但你的工资 Direct Deposit 每月进来只有税后7-8千，对不上。或者更先进的系统会发现，你3个月前申请 B 卡时填的是16万，现在申请 C 卡填了20万。短时间内收入暴涨，却无合理证明，比如换工作、升职的流水证据。AI 风控模型立刻会亮起红灯，此人信息可疑，可能虚报收入以骗取信贷，诚信有问题。一旦被打上信息不实的标签，你面临的就不只是拒卡，而是和文章开头李先生类似的更根本的信任危机，可能导致你与该银行的所有关系都被重新审视。所以志玲给你的第3个健康处方是保持你财务形象的表里如一和长期稳定。在申请任何信贷产品时，填写收入务必谨慎。最佳策略是以一个你能够用税表 W2-1099 或至少连续6个月的银行流水来证明的稳定的数字为准，宁愿初始额度低一点，
通过良好的使用记录和主动提额请求来慢慢培养，也绝对不要为了短期利益而虚报。记住，在美国的金融体系里，诚信是比高收入更珍贵的资产，一次小小的美化可能换来的是长达数年的信贷冷冻期。那么，如果不幸已经发生，像陈先生那样陷入了申请被拒的死循环，该怎么办？你的信用健康已经亮起红灯，有没有康复计划？第一，立即进入信用静养期，停止一切非必要的信用申请。是的，一张都别再申了。这个静养期至少需要6个月，最好能坚持12个月，让你的那些密集的 hard pull 记录随着时间逐渐淡出。银行的首要关注范围虽然他们还在报告上，但时间越久，影响越小。这是所有修复工作的基础，没有捷径。第二，深度审视并优化你现有的信用账户，检查所有信用卡的余额，尽力将总使用率降到 10% 以下，设置自动还款，确保未来绝对不会出现哪怕一次的逾期。对你长期持有、历史最长的元老卡，一定要好好使用，这是你信用历史的基石，千万不要因为不用了就轻易关闭，除非有高额年费且无法减免。良好的持续使用记录是冲淡过去不良申请记录的最佳良药。第三，如果你怀疑是信息矛盾导致的问题，可以考虑进行信息更新，联系你主要使用的银行，比如你的工资账户所在行，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更新你的个人收入信息，前提是你有合法的增长，确保核心银行掌握的你最新的真实的资料。这样，当下一次在漫长的静养期后你在申请时，系统内部比对的一致性会更高。第四，如果被拒后银行给了 reconsideration 重新考虑的电话，一定要抓住，准备好心平气和、逻辑清晰地向客服人员解释你之前密集申请的特殊原因，例如当时在筹划一次大型旅行，需要不同的卡权益，现已完成，或者当时对信用卡策略不了解，现已学习并规划，并强调你长期的稳定收入和优秀的还款历史。有时，人工客服在听取合理解释后，是有权推翻系统初步决定的。说了这么多，志玲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你的信用就像你的身体健康，它不是你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资本，它需要你日常精心的维护，戒掉不良习惯，保持规律和透明。银行和它的 AI 模型就像最严格的全科医生，他们通过冰冷的数据来诊断你的金融健康状况。不要试图用短期的小聪明频繁升卡、美化收入、刷爆还钱去欺骗诊断仪器，结果只会是给自己开出一张危险的误诊通知书，让你在未来真正需要信贷输血买房、创业时无血可输。请记住志玲的信用健康3守恒：一、守恒申请频率，如非必要，勿增实体，每年精挑细选，绝不过量；二、守恒使用节奏，给额度留足空间，打破借还循环，展现从容财力；三、守恒财务形象，填报信息，实事求是，宁可慢养额度，绝不虚报一分。如果你身边有那种总喜欢集邮式升卡的朋友，或者为了高额度在收入栏上动动手指的家人，请务必点赞、收藏这期健康之道，并转发给他们看看。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是在帮助他们避免一次漫长的信用康复治疗，保住他们在未来关键时刻的金融选择权。我是志玲，在通往财务健康的道路上，我希望做那个提醒你定期体检，帮你养成好习惯的私人顾问。下期内容，我们会聊聊如何识别那些看似滋补，实则伤身的高收益投资陷阱，看看你的投资组合是不是真的健康。祝大家用卡健康，我们下期见。